林不疑知道陈少商被欺负后气疯了，林不疑也不扯三姑六姨，只严惩女孩的直系父兄。有几家他是写了帖子去请的，但人家父子几人以为是有机会结交林不疑，高高兴兴的来到了林府后，直接开门放狗，动手打人。有几家路近的就径直打上门去，前几家就是这么解决的。其实事情很简单，一言概之，林不疑将那8个女娘的父兄家都主暴打了一顿，按照他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，每个人都打断一手一足。只因这最后一家的老爹是在御史台当差，虽然只是个偏例，但今日正好在职。在将那女孩的兄弟几个都暴揍后，梁秋兄弟建议林不疑改日再行完工事宜。连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五皇子也觉得事情闹大了不好，可林不疑不管不顾，直接居然打上了御史台，当着几位大人的面将人直接拖出去，照例打断了一手一足。然而事情就坏菜了，结果被文帝打了50大板。林不疑被文帝杖责后留在皇宫过夜，当天晚上下大雪，陈少商担心林不疑被子不保暖，于是把自己连人带被子送到了林不疑的床上。那里虽是林不疑儿时的旧居室，毕竟已多年不住人，仓促间也不知潮气有没有去干净，被褥是不是柔软温暖。今夜偏偏冷得出奇，他身上还有伤呢，别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了。少商心里既烦扰又担心，在床榻上滚来滚去，差点将睡在外间的小宫婢吵醒。最后他忍无可忍，掀被子下了床，利索地给自己穿好厚实的裙袍，把软软的长发抓出一个马尾绑好，最后将自己的被子团起来抱着，轻手轻脚地向外走去。临出门前，他在暖炉旁边迟疑了片刻，炉火边还搁皇后送来的润喉甜汤。想了想，他努力从胖乎乎的被团中伸出手指，裹着袖子拎起那只陶罐，然后踮着脚尖溜出门去。林不疑趴在榻上养神，梁秋飞守在一旁，啰嗦着自己能混进这里照顾少主公有多么不容易，只差一刀去当宦官去了。别吵了，你也靠会睡吧。林不疑闭着双目。梁秋飞赶紧闭上眼，正要入眠，忽听见外面传来轻重不一的踢踢踏踏的敲门声。林不疑倏然睁眼，梁秋飞惊疑不定，又失笑道：莫非外面太冷了，是园林里的小兽来屋里避寒，然后上前去开门看看。门才开了一道缝，一阵寒意朝梁秋飞扑面而来。然而一个团抱着圆滚滚物件的小小身形跌跌撞撞地冲进来，纷纷扬扬的细雪仿佛3月河畔的粉白色杨花，顺着月光与寒风，就这么漫天纷飞地飘洒进屋内。挪开被褥，来人露出了一张红彤彤的小脸。林不疑猛地撑起身子，心口冲起了一股暖意，犹如洪荒而来的巨流，迅猛而激烈。他失声叫道：少商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快关门！少商冲着傻傻的梁秋飞喊：你嫌冻不死你家少主公吗？同时顺便弯腰将陶罐放在一旁的地上。梁秋飞一个机灵，赶紧回身将门关上。林不疑披着单薄的雪白中衣坐在榻沿，目中满是欢喜。不待他起身去迎，陈少商已经3步冲上来前，嘴里喊着：你别起来，别起来，当心你背上的伤。他双臂用力抖动，展开柔软厚实的被子，当头朝林不疑盖下去。林不疑犹如置身梦中，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周身笼绕在一片温柔暖和的少女馨香中。林不疑躺在床上养病，陈少商为他吹笛，这画面太美了。陈少商还在林不疑的额头上落下轻轻一吻，救命，太甜了。